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4月19日，西安某小区业主爆出，自己认购6年的房子，至今还是一个土坑。从2016年至今，房子仍未建成，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无力建设。西安有关部门从中协商，竟要求业主补交房款自救，配合施工团队一起把房子建成，不交就退款退房。西安另一个烂尾小区，300多名业主被迫住近烂尾楼，预售制已成购房者最大的风险。涉事小区为西安天浩上园区2期。2016年6月，业主于先生与开发商陕西佩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协议，并交了首付款20余万。之后，收房日期一拖再拖，房子至今未建成，2年多过去了，仍然只有一个土坑。于先生称，今年3月，他再次接到开发商通知，要求业主在当月底补交首付款至51%，剩余房款在未来2年里分3次交完，否则退款退房处理。对此，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称，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上述小区迟迟未建成，经过几次协商，现在这个楼盘进入业主自救状态，就是业主补交房款，配合施工团队一起把房子建成了。目前，航天基地管委会已经成立下属公司，专门管理该小区的建设房款，保证业主交的房款全部用于房屋建设。于先生称，2016年6月，为了孩子上学，老家在农村的他，在位于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的小区天浩上园区2期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单价5360元每平方米，总价64万余元。他表示，当时销售说房源很抢手，想要确定房源就要当场付首付，我的首付钱都是临时和亲戚朋友借的。他当场签署商品房认购协议，并支付了房屋总价的20.63%，共计132557元作为首付款。销售向他承诺，年底就可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8年6月交房。然而没想到后来一等6年，如今孩子都快毕业了，于先生都未见到自己的新房。2018年1月，于先生曾收到开发商要求补交首付款的通知，被告知首付款比例提高至32.4%，如果想继续保有房源，需补交款项并重签认购协议，否则将解除认购关系。于先生补交了73574元，共计缴纳首付款20613131元。然而补交后不到2个月，于先生就接到开发商通知，称由于不规范销售，需要办理退房手续。在业主们的多次投诉下，开发商承诺不退房、不涨价、不追加首付，并保证最晚交房时间为2020年3月。然而，在2020年5月，承诺的交房日期已经过去2个月后，于先生到小区工地发现，他认购的房子所在的23号楼栋建筑工地上仍然只有一个巨大的土坑，4年未见楼体建成。开发商陕西佩博实业有限公司的该项目负责人李杜军承诺将恢复施工，尽快建成交房。然而时隔近2年，今年3月，于先生前往工地查看，发现无人施工，仍然未建23号楼的楼体。今年3月，陕西佩博实业有限公司再次要求业主在当月底补交首付款至51%，而且要求业主在未来2年里需要分3次交完剩余房款，否则退款退房处理。苦等6年没有看到房子，却一再被要求补交房款。于先生表示，这些房款只能直接转账，不能走银行贷款，2年要交40多万，我们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作为业主，我们没有违约，为什么现在把压力全部压到了业主身上？原计划买房让老家农村的孩子到城里读书，这几年一直租房在县城陪读，每月房租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存款所剩无几。但退房的代价也是他不能承受的。6年前买的时候是5000多一平方，现在房价翻了好几倍，退回20多万块，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了。目前，天浩上园区2期小区附近的新楼盘，在售房价已经涨至14000元一平方米。于先生如果想在同地段购买同样面积的新房，可能需要比6年前多支付100万元。4月19日，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去年6月发过一份公告，上面要求在2023年12月31日前交房，我们只能说这个日期现在还是有效的。
如果业主交了房款，我们会保证业主拿到房子。该负责人还表示，目前仅要求业主将首期款交至51%，并未要求2年内交完全部房款，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对于退款问题和施工情况，4月20日，该项目负责人吕阳表示，21日将召开业主会议，具体情况只面向业主回答，无法接受媒体采访。此前，涉事开发商陕西沛博实业有限公司曾因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销售航天新家园2期项目12、15、17号楼457套房屋，被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罚款161万元。工作人员称，开发商当初没有取得预售许可就擅自卖房，收取的首付款承担不了建房的成本，又不能签购房买卖合同，通过业主房贷拿到全款，导致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此前，西安市住建局已经对开发商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但无法解决资金问题。目前采取业主自救的方式是无奈之举。他表示，西安市住建局也会对业主交纳的资金进行监督，要求全部用于房屋建设。如果业主无法支付房款，也可以和开发商协商退款，但赔偿事宜要以双方协商为准。如果协商不一致，建议业主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此，业主于先生认为，如果退款，也应该按照6年里周边房价的涨幅来赔偿。耽误了那么多年，我们既没有住上房子，还要自己花钱租房子，现在退钱了这些钱，也买不了其他的房子，这些都应该是开发商的责任。有相关律师表示，开发商如果违约或存在过错，导致不能签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违约金。但是房价上涨带来的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房价上涨幅度来赔偿的要求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对于于先生等购房者面临的情况，可以向法院起诉来主张权利。认购协议属于预约合同，只要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愿，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虽然认购协议上没有注明明确交房时间，但开发商曾在2017年7月1日作出保证施工进度的答复，并承诺交房日期，可从侧面就交房日期进行取证。购房者可以要求2方面赔偿：一是延迟交房的违约金，可按照购房总金额1/1000或5%来计算每日违约金；二是可主张赔偿延迟交房对购房者再次购房造成的影响。业主可搜索同等地段小区购买时的价格，以及此后每年上涨的价格，向法官清楚地呈现房价上涨过程，基于房价上涨所造成的损失，要求开发商进行赔偿。不得不说，购买期房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开发商出事、楼房烂尾的情况。无独有偶，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义和坊的300名业主，最近也被迫住近烂尾楼。据西义和坊楼盘一共有13幢。部分楼早在2013年就已封顶，只是没通水电。3年之后，2号楼由业主自救，终于可以入住；11号楼也交了房，剩下的数栋都还是烂尾楼。业主曹某说，今年3月，他们一家搬进这个等了11年的新房里。新房4壁还是灰色的水泥墙，没通水电，自打住进来后，他们就没洗过澡。这300名业主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看着光鲜亮丽的楼盘模型，高高兴兴买了新房，如今收获的不是一个他们梦想的家，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眼下商品房烂尾的乱象已不是新闻。前年有统计数据显示，大陆有3188个楼盘烂尾，业主最长等了24年，楼盘销售可谓坑连坑。商品房烂尾与预售制有很大关系。不得不承认，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初期，预售制的施行，无论是对于房企加快资金周转和提升杠杆，还是在房产快速供应背景下降低消费者的购房门槛，都可谓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预售制度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些开发商为了快速回笼资金，违规进行预售，照在镜子里的楼盘更是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上面的义和坊就属于这种情况，烂尾楼盘经过这么操作，房企和建设风险就转嫁给了购房者。一房二卖、延期交房、产证难产、房企破产等风险层出不穷，倒霉的自然是广大业主。加之一些地方对预售资金的监管形同虚设，房企收取的巨额预售款很容易变成了其随意支配的自有资金，被房企拆东墙补西墙，导致工程建设资金链断裂。
但仍有人认为，短期内取消预售制的基础还不具备。果真如此，那么制约商品房现房销售的基础条件究竟有哪些？怎样大力改革，创造现房销售的条件是什么？这些都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300业主住进烂尾楼是一个警醒，预售制已成购房者最大的风险。商品房预售制的全面退出，该有个明确的时间表了。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